你找我？坐。哎，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跟你说。我懂了。哎，说说你懂什么了？你本来有事情想跟我说，但是你见到我面之后呢，你又改变了主意。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也经常改变主意，这个完全能理解。你的理解是错的。那我怎么理解才是正确的呢？我怕连累你。谢谢。哎，我还是跟你说了吧。你又不怕连累我了？跟封印有关。阿姨，看一下思念金牌虾水饺。虾水饺。对，每个水饺里面啊都有一整只虾，今天搞活动买2送1呢。哦，来2盒。哎，好，来。慢走。张阿姨是吗？啊，您好，您好，我叫黛西，这是我的名片。我帮您推吧。律师助理。律师助理是干什么的？就是帮律师了解一些情况。哦，你要了解什么情况？我们想要跟您了解一下关于刘军先生。没问题，这些啊我都知道。但是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呀？你不想想，我要是把你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了你以后，我还能在人刘先生家继续干下去吗？我懂了，我懂了。那我们重新给您介绍一份工作。你呀，太可爱了。我已经下班了。对不起，你不能下班。这事儿你说了可不算。封印可能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什么事儿？他怎么了？如果你没想好到底要不要跟我说，最好先回去安安静静的想好再来找我。不，他昨天晚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哪方面的？男女关系方面。你怎么知道的？有个女的投诉他。跟谁投诉？顾姐。顾姐？顾姐现在非常的为难。哎，你不能去找顾姐。我为什么不能去找她？因为她跟我说了，别告诉任何人。她告诉你，就是想让你告诉全世界。怎么可能呢？她让我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她对自己的免责条款。哎，那你也不能去啊！你要是去了，你等于把我给埋了，她以后就不信任。你记住，她本来就不信任你。你应该去找封印，让封印辞职。你说什么？这是目前唯一能让大家都体面的办法。这是顾杰让你跟我说的？不是，那个女孩向顾杰投诉之后，这是顾杰想出来的两全之策。顾杰跟这个女孩说，先不要声张，然后给她一笔和解费，并且让封印辞职。顾杰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也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你想啊，如果闹起来，那我们律所的声誉，包括封印，你我都知道。封印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他不可能。这没什么不可能的，人都有弱点，洁身自好的人也有弱点啊，保不齐一时糊涂。你告诉我那个女孩在哪儿，我去找她，我去问她。顾杰不肯说，不肯说，不肯说就是问题。爸，这能理解呀，总得保护这个女孩的隐私，对吧？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顾杰，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我都不相信。你也不能完全相信封印，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哎，你干嘛去啊？哎，你冷静点，你找谁去啊？刘烨。
开机之后给我。喂，喂，罗老师，您今天还回来吗？有什么急事儿吗？是这样的，我刚刚去找了刘军的保姆，他说他愿意给我们作证，但是有一个条件，他想要一笔赔偿金。不行，绝对不能给他钱。一旦给了他钱，就成为收买证人。你再想其他办法。人家给咱们作证是要丢饭碗的，咱们又不能给人家赔偿，那人家当然会有后顾之忧，不敢作证，也不愿意作证了。喂，开机之后给我回电话，我有事儿找你。你跟罗宾说了？对不起，我没有怪你，谢谢。那个女孩还好吧？基本稳住了，但是她要求封印付出代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能理解。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能不能让封印个人给他道个歉？如果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被别人侮辱了，然后对方跟你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悄悄给你道了歉，然后这篇咱们就算翻过去了。你觉得你能翻得过去吗？但是封印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人犯了错误就应该接受惩罚。罗宾他不相信，他不是不相信，他是不愿意相信。因为如果封印接受了惩罚，罗宾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封印要是不承认呢？那我就直接召开律所高级合伙人的临时会议，把这件事情摆到桌面上来。封印要为他的所作所为给大家一个交代。哎呀，顺便说一句，我呢在全景还有一项特权，但这项特权我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作为创始合伙人，我跟封印有一个约定，他当他的主任，而我有权利不经过任何人的同意，直接晋升一位高级合伙人。因为这项权利呢，只允许使用一次，所以我一直慎重使用。您是说，您现在打算使用这项特权了？对，我打算使用了。你，我认为早就应该晋升到高级合伙人。你的业务能力很强，还热心公益，还具备相当的管理才能。你对时局律师、律师助理的管理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我之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这项权利，是因为我认为你走正常的程序也是可以获得晋升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封印没有通过你的申请。但是如果封印他这次还是不同意呢？第一，不需要他再同意了；第二，他很快就不再是我们全景的执行合伙人了。下一次的高级合伙人会议上，除了宣布晋升你为高级合伙人以外，还有一项，就是宣布大家重新投票选举新一任的执行合伙人。你是说，想要让我投你一票？知恩图报是一项美德。哎，不过，我说这些可不是要求你给我回报，你不要误解我。我没有误解，这样对全景有好处。哟，巧啊！不是巧，是我有事来找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您说，我体检出了点小毛病，医生让我再复查一下。什么小毛病？复查了吗？复查了，在等结果。嗨，也许什么事儿都没有，虚惊一场。您平常从来不关机的。我昨天手机没电了，睡得早。有事吗？有急事儿可以到我家来找我。走。顾杰说有一个女孩投诉你。
他接待的。何塞老师好。 Morning。何塞老师好。 Morning。Morning。犯什么病了？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难道你不值得别人跟你说 morning 吗？我当然值得，只是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morning， 包括我在内。如果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跟你说 morning， 而且不光跟你说，我跟所有的人都说。黛西 ，morning。 Morning， 何塞老师。做一个幸福的人，劈柴喂马，周游世界。快去上班，我要忙了。怎么样？天哪！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奖励。奖励什么呀？奖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Oh my god！ 怎么了？天有异象，你怎么看出来的？他们俩居然一起来上班。何塞老师，您没事吧？你看出我有事儿了？有。好事儿坏事儿？好事儿。我要跟你说点事儿。地球要毁灭了，何塞当上了高级合伙人，谁跟你说的？我怎么不知道？他带了一块新的手表，是他对他自己的奖励。也许他是为了奖励自己减肥成功呢。不是，他是为了奖励自己当上了高级合伙人。这块表是他上一次以为自己当高级合伙人的时候买的，但是他没有当上，所以一直没有戴过。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做，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是谁，我没她的电话，在这之前我没见过她，在这之后也没见过她。那天晚上只有我们3个人。是的。后来我走了，您没有走。我现在怀疑啊，我喝那杯东西里边肯定放了什么东西，我喝了就睡着了，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坚称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呢？如果啊，我说的如果他认为我做了什么，他可以告我是吧？他可以到公安局去告我，他到你这儿来投诉，让你出钱了事，这算什么？这叫讹诈。如果他跟你我要钱，算讹诈。事实是我为了保护您还有咱们律所的声誉，主动提出的。别，我不同意。好，那您就去报警，你就跟他们说是一个您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姑娘给您下了药，看警察信不信你说的话。你想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我只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应该对我们大家都好。您最近体检出来一些问题，你怎么知道的？您去询问的那个医生恰好跟我也很熟，所以你可以堂而皇之的以身体缘故、健康原因为理由。即便是我因为身体的缘故当不了这个执行合伙人，我也会把这个职位留给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你是说罗宾？如果你特别想当这个执行合伙人，我同意。我同意你自立门户，你想带走谁就带走谁，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哪都不去。
冯主任，冯主任，好。您这是打草惊蛇，我这是明人不做暗事。达成共识了？没有。那是因为他认定自己胜券在握。胜券？他手里哪张牌写着必胜啊？那张牌的名字叫何塞，他许诺给何塞高级合伙人。真无耻。然后在下一次的高级合伙人会议上，他会要求大家重新选票投举新的执行合伙人，理由是您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不再适合领导我们。他不会得逞的。律所好像应该发奖金了。我不会用钱来收买人心。现在不是比谁更高尚的时候。如果我为了拉拢何塞给他多发奖金，那赵旭呢？文昭呢？还有王琦，你会让我更快的失去人心。那或许您可以学学顾杰。你读读律所的章程好不好？拜托。我读过，律所章程明文规定，成为高级合伙人，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就是要得到原有合伙人的同意。创始合伙人是个例外，他有并且只有一次行使特权的机会，就是直接晋升一位新的高级合伙人。既然这样，我成为高级合伙人，不需要顾杰同意，对吧？我放弃了这个特权。所以你使用了威胁？不是威胁，是暗示。暗示他可能发生过重大的错误，可以被除名。所以这一次，他算是以牙还牙。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他威胁不了我。他只是说有个女人来投诉我，到现在，我连那个女的是谁都不知道。他说了，这是保护受害者的隐私。我才是受害者。可如果顾杰真的发起重新投票，选择新的执行合伙人呢？不会有人支持他。不会吗？他为什么突然对何塞封官许愿？他在拉票。我不会为了拉票来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我怀疑现在律所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而且顾杰在四处散播，一般人只会宁肯信其有，这对你非常不利。什么叫宁肯信其有？如果那个女的跑到我这儿来投诉你，我不问青红皂白的宁肯信其有，你接受吗？去找何塞。他不会听我的。他会，他会的。所以我为了奖励我自己，买块表。哎，你出去，我通话呢。跟谁通话？嗯？嗨，姐，你好，我是罗宾。哦，嗨，罗宾，你好。哎，何塞老跟我提起你。哦，是吗？说我什么？说你们俩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啊。你这样特别不好，你姐还没说完呢。你有什么事儿？哇，好漂亮的表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晚上一块吃饭吗？你有事儿求我？是祝贺你成为了高级合伙人。怎么了？害羞了？有好事儿就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事儿还没宣布呢。可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怎么会呢？因为你喜形于色。叫丽娜，那算了。哎，那你不叫丽娜也行。好，那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
生什么事儿了？没什么，我换律师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到现在连罗宾面都没见到。是这样的，我不管是什么样，我跟你解释一下啊，一般呢都是助理先开始我不接受。那行，我现在就给罗宾老师打电话。不用，真的不用了。苗总，不是这个事儿，我不是针对你，你知道吧？我不想为难你。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现在已经在到处帮您找证据了。是我听说了，你还找了对方的那个刘军家的阿姨，但是人家提出来说要一些赔偿的时候，你们却拒绝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可以跟您解释一下。我现在啊找的这家呢，跟法院有关系。您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不管再怎么有关系，打官司打的可是证据。不是你们律所发生那么大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什么事儿啊？那意思罗宾现在忙什么，你也不清楚。我一直在忙着您的案子呢，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你们律所主任封印，借着这个什么公益律师的这种名头，然后去占穷女孩的便宜，估计罗宾现在在帮他拼这事儿吧。阿丁，这餐厅不错呀，你常来？来过2次，跟丽娜一起来。不愿意回答就算了，没有不愿意回答。那你跟谁来的？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我回忆了一下，你这是头一次请我吃饭，而且就咱们俩，还在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觉得我心怀鬼胎，想问为什么，但又不好意思直接问，所以就先问我跟谁来这儿吃过。我是想推理出你请我吃饭的动机。那如果我跟你说我以前跟丽娜来这儿吃过呢？真的？就你们俩？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以后再聊？好吧，那以后是什么时候？就是说我认为可以跟你聊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觉得现在不可以跟我聊呢？因为我不喜欢同事之间聊私事儿，这样很容易会变成办公室八卦。那也就是说，你今天来请我吃饭是要跟我聊公事，但是公事为什么不在办公室里聊呢？你让我猜猜，你是要跟我聊封印的事？何塞，我跟封印认识都不是1天2天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清楚。有很多杀人犯，在没有破案的时候，他的邻居都会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好人，坏人脑门上没有刻字儿。接电话呀？要我帮你接啊？谢谢。Thank you。何仔，今天我约你出来吃饭是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但是我觉得你不相信我。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你做了什么让我相信的事儿吗？就因为你今天请我吃了顿饭，刚才还让我自己点菜。你想利用我？我没有想利用你，我只是想跟你说，封印突然被人投诉，这很蹊跷，而且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搞逼宫，逼他辞职，我觉得不妥当。你请我吃这顿饭，就是想要让我站在你跟封印这边。你可以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但你至少不应该站在顾杰那边。好啊，那我可以站在你这一边，
但是你得说服我。我为什么不应该去相信顾杰？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来吧，你说服我吧。我们至少比顾杰光明正大。光明正大的蔑视我？没有。没有吗？没有。没有。那我问你，到底是我最珍贵的财产，还是你最珍贵的财产？想起来了。如果我是你，我最珍贵的财产，而不是你最珍贵的财产。我当时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当时只是跟我开个玩笑，那你为什么不跟封印去开这么玩笑呢？你为什么挑中我？你能不能小点声？这是在餐厅。OK。如果你不喜欢，以后我不跟你开玩笑，也可以为之前跟你开过的玩笑，所有玩笑，让你不喜欢的，向你道歉。你姿态放得好低呀，有吗？这让我越发的相信封印是有把柄掌握在顾杰手里的，所以你们连我都要来争取。我快到律所了。苗锦说她要换律师，因为她听说咱们律所出了大事，说封印搞了个小姑娘，您正在帮她灭火啊。对，他是正在灭火，所以他不能回你的电话，拜拜。你要不要给你助理回过去？我知道你的密码，以前我偷偷的看过，所以我就记住了。就这样，你应该没事就换我密码。我所有的密码我都经常换，所有的。好习惯。我也愿意相信封印，但是啊，我还是坚持认为，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他应该先辞职。不可以。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投诉封印，就让他辞职，这对封印不公平。这非常公平。如果说他都已经被投诉了，但是他依然若无其事，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样，继续主持工作，继续做他的主任，这样才是不公平的，对投诉的人很不公平。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投诉的人，你我都不认识，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我们就相信他，这不妥当吧？即使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我们也应该首先相信封印，直到他证明自己。好了，咱俩也不要争执了，好不好？咱们就等着投票表决吧。啊，律所最近会紧急的召开一个合伙人会议，顾杰会在会议上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律所的声誉，所以所有的合伙人一人一票，决定封印的去留。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怎么投票？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你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投票表决，我反对。我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认真的听我说话。你说。OK， 那我来告诉你，今天，此时此刻，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听你讲话，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我听得都很清楚，而且今天你用了很多的感叹号。但是我认为，现在首要的不是投票，这不是重点，我们应该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前，我们应该相信，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上司领导，我们要对他有起码的信任。你说完了，我来说好不好？很多时候，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有当事人知道。换句话来说，在整个这个事件里，只有封印知道他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如果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那么最好现在找到一个稳妥的、体面的方式，赶紧回家。你放心。顾杰也会保全他的脸面，这样我们就不用投票了啊！我们也不会知道封印他到底做了什么。不可能，他已经跟我指天发誓过，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有悖公序良俗的事情。好，
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相信他的发誓。这是顾杰在故意当众羞辱他，那他就应该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如果说有人投诉你强暴过一个女孩，请问你怎么证明自己没有强暴？我每天都回家，我每天都回家自己睡觉。我们家门口就有监控视频，如果他说我强暴他，他必须准确地说出时间和地点，但是我会非常精确地告诉他，在那个时间点我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我跟任何女人都不会私下单独相处。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敬佩。不是敬佩，也许有那么一丝丝的敬佩含量，但是你觉得我是个疯子？不，我只是想说，你真的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约会过，跟人谈过恋爱吗？你刚才说，你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私下单独相处。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我和任何女人相处都会选择在一个公共场所，并且9点钟之前一定要离开。如果必须过9点钟，那我会选择有其他人员在场。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把女人当作危墙，有些女人不只是危墙，还是洪水猛兽。那如果一个男人遇到一个洪水猛兽，我们是应该同情他，还是应该拍手称快？洪水猛兽为什么去找封印，不找你我呢？你这是典型的责备受害人思维，就像人贩子拐卖儿童，你不去谴责人贩子，反而去责备丢失孩子的家长，为什么没有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吗？对啊，就是都有责任啊！你这是抬杠，那你反驳我呀？你反驳我呀？你反驳我啊？我第一次见到你哑口无言。富兰克林说过一句话：争辩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让人心生厌恶，甚至树敌。不，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争强好胜，喜欢与人争辩，以反驳对方为乐趣，或许你只能赢一时。但是这种赢毫无意义和价值，因为别人永远不会对你有好感。我很棒吧？你为什么面带笑意？你也太难讨好了吧？你在讨好我吗？你为什么讨好我？不，我说你太难讨好了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在讨好你，或者说我要讨好你？我只是在感慨，你为什么没有朋友？你朋友也不多，那是因为我对朋友的标准要求非常高，宁缺毋滥。我也是，宁缺毋滥呗。好，那就都宁缺着好了。我完全没想到，何塞居然对我有那么大的不满，他就完全听不进去我说话。要是你说话他听不进去啊，他就不会跟你走，跟你去吃饭。那您的意思是我搞砸了？罗宾啊，你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得罪了什么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看看，把何塞还当疯了吧？那您希望我把他当什么呀？和你一样，栋梁之才啊！那得您亲自去跟他说，他更在意您对他的认可。我怎么跟他说？我是不是要跟他解释，在你和他之间，我为什么选择了你当高级合伙人？很容易解释啊。怎么说？您就说我人缘不好，没有您的支持，我根本就当不了这个高级合伙人。但是他不一样啊，他人缘好，即便没有您的支持，顾杰也会让他当上。切。那这样吧，今年的10佳律师，您推荐他？
今年只有1个推荐名额啊。知道。你真的打算让给他？只要他别再怨恨我们就好。还有一件事儿。我知道你要问什么，罗宾。如果连你都不相信我，我相信你。可现在的问题是，连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跑来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那让我怎么说？我上微博开个专栏，我给他们说：嘿，你们好，发生在我身上那事儿不是属实的，都是子虚乌有。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啊，你为什么不报案呢？案由呢？敲诈勒索。谁敲诈勒索？顾杰敲诈勒索？人根本就没有敲诈勒索，他只是说接待了一个姑娘的投诉，在核查，这总不能抓人吧？您再好好回忆回忆。我再给你重申一遍，我当时喝酒喝得断片了，我醒来之后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当时为什么不报案呢？怎么报案？啊，我总不至于打个110说，哎，我跟朋友到另外一个朋友家去喝酒喝断片了，我现在醒过来了，家里一个人都没有，这怎么报案啊？所以您就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拿着自己的东西就走了。你还是不相信？我信，但是您觉得别人会信吗？我就不明白，您当时难道就没有怀疑？你怎么就稀里糊涂的躺在了一张床上，而且还是别人家的床？我承认我当时有点慌，也觉得这件事儿有点蹊跷。后来我就给顾杰打了个电话，他怎么说？他含糊其辞。后来他说，他当时正在接待那个投诉的姑娘。我确实记不清楚，但是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事。那您后来有没有又去过那个地方？没有。为什么？我连门牌号码都没记清。顾杰带你去的，你可以问他。他不告诉我。他说他在保护那个投诉的姑娘，不受威胁，不受恐吓。那你还记得那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吗？你这口气完全是在审问犯人。我是在想办法帮你弄清楚事实真相。我再给你重申一遍，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封印肯定不会承认，打死都不会承认。是我也不认。那万一人家真的把证据拿出来了呢？你傻呀啊！自己承认犯罪那叫自首，自首最多了就是从宽处理。可要是自己不认罪，就算人家拿出证据，我们还可以质疑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这中间就有很大的空间了。哎呀，我看也没什么证据吧？对呀，要是真有证据，干嘛不去公安局直接报案呢？我要是那个女孩，我也不报案。法律事实跟事实真相那是两回事儿。万一封印倒打一耙耍无赖啊，告那个女孩敲诈勒索怎么办？哎，黛西，如果你是那个女孩，你会去报案吗？现在有空吗？您过去跟我说话从来都是开门见山，从来没问我有空没空。有句话，人的脾气要和自己的本事相匹配。还有句话，人的品德应该和他的地位待遇相匹配。其实没有顾杰，你可以跻身高级合伙人。现在有空吗？您过去跟我说话从来都是开门见山，从来没问我有空没空。有句话，人的脾气要和自己的本事相匹配。还有句话，人的品德应该和他的地位待遇相匹配。其实没有顾杰，你可以跻身高级合伙人。
是吗？在下一批要通过的名单里。谢谢。当初和顾杰创立了这家律师事务所。你们都是创始合伙人，创始合伙人之间有分歧、有矛盾，很正常。再说我也喜欢挑战，但是我业务那些小动作，拉个帮啊、结个派啊。你跟罗宾一直都是一派的。我批评他的时候你不在场。我们还是开诚布公吧。您跟我说这些话，无非就是想让我站在您这一边。我是希望获得你的支持，并且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如果你有什么疑虑，我愿意回答你。您还是到合伙人会议上去回答所有人吧。律所的福利，我看你一直没拿。你不会是专门来给我送橄榄油的吧？顾杰一直在找所里各种合伙人谈话。你的意思是，我也应该干同样的事儿？我的意思是，你现在下手有点晚了。找到那个女孩是谁了吗？喏，这里是那天晚上所有嘉宾的名单。这相当于大海捞针。顾杰可能会接手苗锦的案子。做梦吧他！是苗锦自己要求的。喂，刚才顾杰老师让我把苗锦的案子移交给他。那你移交给他了？没有，我说我听您的。好，那你现在把所有跟苗锦相关的资料送到我家里来，我马上给你发地址。你现在让黛西来你家？怎么了？没怎么，就是律所现在很多人在传你们的闲话。是吗？都传什么了？传什么的都有。都有谁？谁说的？把他们拉出去，通通砍了。那这样，你别走，留下，以确保我守身如玉。我可没那么无聊。是我无聊。拜拜。罗老师好，所有重要的地方我都已经贴好标签了。好，早点回去吧。还有什么事儿吗？大家都在说你应该给封主任铲事儿啊。你怎么这么八卦？我没有八卦，是大家都在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跟您有关系啊。您别生气啊，我就是有点担心你。担心我什么？您不应该那么做。你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凭什么说我不应该这么做？所有的人都知道您无心业务，把客户丢在一边儿。我是把客户丢给了你，而你的名字不叫一边儿。你在干什么？是想敲门进来喝一杯吗？没有没有，哦，我刚其实就是想跟您说个晚安，晚安，拜拜。回来。等一下，我帮你叫台车。
啊，不用了，我自己叫个滴滴就行了。那个，哪个？您刚才为什么突然开门呀？你说呢？我不知道啊。到家之后，给我个信息。行，我看也没啥问题。那我明天去律所找您签合同吧。明天一天我都在，随时来。哎，那个我能不能找罗律师把费用退了再去找您签呀？走正常程序。哎，太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哎，合作愉快，明天见。明天见。哎。你还真是敬业，为了稳住客户，你给自己编了那么曲折的一个故事。喂，罗宾老师，你到家了吗？我刚去了苗苗奶茶，我看到顾杰老师和苗景在一起。好，我知道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注意安全。我知道时光不会为我停留，茫茫人海中也没人会回头。我一个人加油，一个人拯救自己的不朽。这世界上啊，有这么几种人。第一种人呢，聪明而且勤奋。我眼前就有这么一人，但是过得累。第二种人啊，聪明但是懒惰，就像我这样。第三种人呢，愚蠢，但是勤奋。这种人最可怕，给他一条道，他就跑到黑，错误全都是这么犯的。啊，行，过来，那你亲我一下，我。回头再说啊。女儿，你这什么情况啊？穿这么一身皮衣跟我来打网球啊？我不是来打球的，我是来问你事儿。什么要紧事儿啊？电话不能说，非跑这儿来问。很重要。说，你原本不是要投苗苗奶茶吗？怎么突然间又不投了呢？你怎么忽然关心起这事儿来了？跟你有关系啊？他是我们的客户，那不方便告诉你。咱是不是朋友？是不是哥们儿？是。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怎么说不投就不投了呢？你别忘了，你欠我一大人情。这么大一人情，你就让我还在这么小一事上？你认为小，我不认为。刘军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别投。为什么？刘军那人你懂？我不懂。他说女孩不太懂事儿。不懂事儿什么意思？装，不懂事儿啊！我没装，我的确是不懂你说这不懂事儿是什么意思。就像你这么不懂事儿，懂了吗？那你为什么听他的呢？他说不让你投，你就不投。每天项目这么多，投谁不是投啊？何必要得罪他呢？哦，你别这么看我，显得我多不正直似的。你本来也不是以正直著称啊，所以我喜欢你啊。这事儿就此打住啊！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不，我觉得呀，你肯定可以帮我更多。我欠你的人情刚才已经还了，你不能要求我去作证，因为就算我作证也没有意义。我并没有录音，刘军不但可以矢口否认，还可以说我诬陷他。你是律师，你比我懂。我没要求你去作证。我说我觉得你可以帮我更多的意思是指，我认为你可以帮我提供更多线索。算你又欠我一人情吗？行，没问题。他的助理帮他干这些脏事儿。他这助理叫什么名字？他们都叫他权儿姐，专门帮刘军干这些事儿。他曾经跟我说，刘军有一种专门的方法来检验一个创业者对成功的渴望有多大。什么方法？把人叫到家里去，如果懂事儿，就说明渴望成功的愿望压倒一切，就可以投；如果要是不懂事儿，还有自尊，就说明豁不出去。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跟你说的？在一酒局上，我一哥们儿给我发的小视频。那你把那视频发我。俩人情。人在哪儿？会议室说你不敬业，要跟咱们退费，何塞正在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委托人的确是可以拒绝，以委托的律师为其进行代理，同时可以另请委托律师做他的代理人。既然这样，那就赶紧退钱，咱们最好都别浪费时间。不，我的意思呢，您再好好的考虑考虑。我们这位黛西小姑娘为您的案子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还有罗宾律师他是非常敬业的，而且他有丰富的这个职业经验。我考虑什么呀？我到现在连罗宾人都没见过。苗律师你好，我是罗宾。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说你跟璇姐之间的事儿呢？当天晚上是这个璇姐主动给你打的电话，说她好不容易约到了她的大老板刘军，并且亲自带着司机拉着你去了刘军家，然后她让你自己先上楼，说自己要先打个电话。随后隔了一段时间，你就面红耳赤的下楼，也是她送你回的家。在路上，你跟她讲发生了什么，她一面义愤填膺，一面告诉你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但是让你不要声张。1个星期之后，你发现原来对你感兴趣的投资人都对你冷淡了，并且圈子里面流传了很多不利于你的流言，于是你就在微博上开战。但是你一直在保护这个璇姐，没有把她牵扯进来，是这样吧？不是，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恰巧做了一些调查。那个，是这样的，我不想为难璇姐，因为这个事情要是把她牵扯进去，她老板就会把她开除。她现在还有房贷，孩子还要上学。你就真的一点都没有怀疑过她吗？她是我好朋友，是她把我介绍给刘军的，我为什么要怀疑她呢？如果她是你的好朋友，她就应该为你作证，至少这件事情她跟我解释过了。当时她不在现场，她在楼下什么都没有看到，所以她的说辞，法庭上根本就不会采信什么。法庭会不会采信是一回事儿，她有没有说出她认识的刘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说过了，我不想牵扯他。那好，那请你先看看这个。我们老板投资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对成功、对金钱有一种压倒性的渴望。你可以为之付出很多在常人眼里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脸面呀、自尊啊。好多女的，就是关键的时刻犹豫不决，功亏一篑。你说，如果你连这都不能付出，你还能干成什么呀？妹妹说得好，来，大哥，
总哥，这个没有一个，来。喂，璇姐，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明知道刘军是个流氓，还把我安排过去？事后你跟我说别报警，别闹，说董事会的人会给我一个交代。结果就是让所有的投资人知道我豁不出去，是吧？你有病吧？被迫害妄想症，我建议你看看心理医生。我们老板那有多少女的喜欢？骚扰你，不可能。你有病吧？被迫害妄想症。可是仅凭这个录音，也很难。刘总，璇姐电话，应该是打您电话您没接。挂上。好。喂，对，是我。你的那份律师声明，我想加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龙璇已经不是本司的员工，他的言论对本司及刘军先生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将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另外，针对网络上对刘军先生的侮辱性诽谤言论，律师事务所已经取证完毕，严重警告那些相关的网络用户立即删除针对刘军先生的侮辱性的诽谤的言论。网络环境的自由不能成为网络暴力的栖息地，对那些网络暴力的实施者，我们绝不姑息。你把这个拿去整理一下。这是什么？录音证据，娄璇提供的。娄璇？就是那个璇姐。哦，她愿意作证了。对，良心发现，这里面有她过去3年来跟刘军所有的通话记录。她全都录下来了。她有录音的习惯。这么可怕的习惯。因为她知道刘军是什么人，跟魔鬼打交道，总要有点魔鬼的手段。可是刘军他怎么会没想到呢？太自信了吧，或者说，太急于切割了。你有空吗？你先出去一下。好。啊不，黛西你不用回避，我要说的话，没有什么要避着人的。那什么事儿？你说。我已经交了合伙金了，我现在已经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另外，下周律所的例会要无记名投票，重新选举执行合伙人。你是来下战书的吗？不是，我是善意的提醒你，如果你不出现，封印将会少一票。谢谢。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会投谁呢？我不会告诉你。另外，你也不该问，因为这违反了无记名投票的原则。
他怎么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啊？因为顾杰给所有人都许了愿，那他给您许了什么？他知道我是不可能被收买的。罗老师，我听说封主任他不传谣，不信谣。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认为没有，你认为呢？好多人他们都觉得有。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封印。可是，如果我认为他做过这种事儿，或者他可能是做这种事儿的人，我不可能在他手下做事情。不但不会，我还会公然鄙视他。还有事儿吗？没了。没了，还站在这儿干嘛？回来！我们谁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封印律师本人。他说他睡着了。如果有人想起诉我，我起码应该知道他是谁。要么你去法院起诉我，要么到公安局报案。现在他躲在暗处，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这太荒谬了。抱歉，我现在还不能说出被害人的姓名，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在这方面有所顾忌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以我的人格和名誉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你用你的人格和名誉发誓，还不如用房产和存款来担保。我们现在在讨论很严肃的事。可是你说你用你的人格和名誉发誓，这一点都不严肃，听起来像玩笑。各位，我们大家都是学法律的，在法律人看来，认定任何事实都要看证据，证据定案，要达到一定标准量，足以证明犯罪事实，否则事实不能认定，这是法律人的常识。我们这是内部会议，不是法庭，也不是在给谁定罪。我们这次议会的主题就是，鉴于封印主任有可能面临指控，鉴于事情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一旦失控，必将对我们律所的声誉带来极大的影响。我坚决反对。我反对在事实真相完全没有搞清楚之前，就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合伙人下手。所以，我们这次议会的主题就是将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形式，抽选出最终的结果。一种是由封印主任继续主持工作，另一种是由我来接管。封印将以顾问的身份留在律所工作。其实我真的不想这样。我现在不想听你讲话。那您为什么不辞职呢？我上次就应该让你走人。我认为啊，
封印肯定没有做。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他要是做的话，肯定心虚。你说的是你自己，你没做都心虚。你说的也是你自己吧？你做了也不心虚。我这个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什么意思？城头变幻大王旗马上就要变了，咱俩赌不赌？哎，我刚从会议室回来，好像投票结束了。那结果怎么样啊？你急什么呀？反正跟你都没关系。小美同学，能不能帮大家再问一下？什么礼物？一包零食，大包的。成交。等我。新的执行合伙人顾杰即刻生效。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跟封印律师会尽快做好交接工作。刚才所说的话，我希望都能止于这个房间。在事实真相没有查清楚之前，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各位可以回去工作了。罗宾，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之前有些误会，但是我一直知道，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此之前，我的确以为咱俩之间只是误会，但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为什么老话说“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老话说的是不对的。如果大家都宁肯得罪君子，那谁还愿意做君子呢？不都跑去做小人了？你难得说一句让我无法反驳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你前贤尽释。这话你好像应该去对封印说。他不会离开的，他还是律所的顾问。但我更希望你能留下来。我知道挖你的人很多。你知道就好。哎，怎么样啊？说。散会了，我看到顾杰把罗宾留下了。我们家老大上位了。你们家老大上位跟你有什么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说谁是鸡犬呢？你们这是嫉妒，我不在乎。嫉妒你是鸡犬啊？嫉妒我升天？升天的鸡犬，它也是鸡犬。哎，这你说的就不对了。鸡到了天上啊，它就是凤凰；狗到了天上，它就变成哮天犬了。咬孙悟空的细犬就是哮天犬。孙悟空被哮天犬咬了那么一下，才被二郎神给擒住的。那又怎么样呢？500年后，孙悟空降妖除魔，修成正果，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兴许还要谢上一句哮天犬呢。倘若当时没有您咬我那么一口，我怎么能有今天的成就呢？原来这哮天犬是二郎神养的狗啊。bingo。哎，那你是什么意思呢？他没什么意思，他就是才知道谁是谁的狗。我们只差1票，差1票也是差。我们走吧。去哪儿啊？另起炉灶。我刚才去问了，至少1半的骨干合伙人都愿意跟我们走，还有助理。我哪儿也不去。为什么？就让顾杰对我们指手画脚、耳提面命。我不喜欢逃避，在这件事没查清楚之前，我哪儿也不去。
那我们就这样这么臊眉打眼的在这儿待着，韬光养晦啊。可是没有什么可是，愿赌服输。会不会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女的？是顾杰故意陷害你？你说那个女的是个陷阱，然后顾杰出去四处散布，说你跟那个女的一定发生了什么。反正当时你承认了，说自己喝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了。醒来之后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当时确实有这么个女人，在那个 party 上，顾杰给我们做了介绍。那女的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她说，他们家有好酒，我们就去了。我不感兴趣，顾杰非让我去。然后呢？后来呢？后来我们就去了，人还都没有到，我们就一边等啊一边喝酒。哎呀，喝大了，断片了。顾杰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那帮人什么时候来的都记不清了。那你后来有没有问问其他当时在场的人，有没有人记得有这么一个女的？张洛，你去他们家喝酒？当时我问了，有的说确实有这么个女人，但是不认识她，以为我们很熟；也有的说记不清了。你是不是害怕真有什么说不清的事儿？连你都不相信我，别人还怎么相信我？我从来没有不相信。我们现在是必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哎，你把这个放下。丽娜姐，我们这是工作，你能不能别为难我们？这个不用你们管。我们没办法向上面交差姐，你看，这是在干什么？投票结束，他们就上来了。我们要搬到下面去。赵旭要和你换办公室。出去。周老师，滚出去！你刚才说谁？赵旭，就是那个一天到晚趴在微博上看电视里出来一个律师，就挑人家哪句话说的不对，打官司不能这么打。后来被人家编剧爆出来，他其实一场官司都没有打赢过，就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蹭热度的家伙。封印特别讨厌他，发配他去管接待、管投诉。他的办公室以前就是一个储物间。你跟我说的前嫌尽弃，就是把我发配到全律所最小的办公室去吗？这些小事你也要计较吗？是金子在哪都发光。你不计较，我可以跟你换办公室。您是金子，埋到沙堆里都不怕。赵旭对我一直忠心耿耿。你混淆了忠心耿耿和拍马屁，好吗？古代有一位君王，想要千里马，他的跟班花重金替他买了千里马的骨头。君王大怒，他的跟班说：“如果让大家知道。”你连死了的千里马都肯千金买骨，那么活着的千里马，你肯定更愿意出高价了。我对赵旭好，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重视忠诚的人。如果你也肯愿意证明你对我的忠诚，看来我们对忠心耿耿的理解不一致。您说的忠心耿耿叫愚忠，而且你讲的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是燕昭王千金买骨，但最后统一六国的是秦国。你是在委婉地告诉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不，我只是想温馨提示一下：小人得志，莫张狂。怎么样？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
罗宾就要搬到储物间去了。你作为表现优异的律师助理，有机会重新选择一位老师。我能不能放弃这次选择啊？有时候跟对人比做对事更重要。对不起，我不大喜欢站队。你一直站罗宾，因为他值得我尊重。你的意思是我不值得你尊重？我没有这么说。我现在可以让你立马拎包走人。那您岂不是少了很多收拾人的乐趣了？对，你说的对。只是一个助理的位置，也许你并没有那么在意，也许你心里早就想走了，但是等着我炒掉你，好索要一笔赔偿金，对吗？我会好好栽培你的。啊，你让我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我自己，跟我一样桀骜不驯，所以我才会有今天。我喜欢你。顺便跟你说一句，以后我们律所所有的律师助理都要优先服从我们律所的管理。换句话说，罗宾不再对你有优先使用权了。行了，别烧了，一会儿我找几个人过来帮忙。没关系，这方面我擅长。我去拿瓶矿泉水。哎，这儿有。我就是想躲开你。我不是来看笑话的。滚！你是说，让我这儿就地滚一圈啊，还是让我离开啊？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你看，我也懂幽默，一点都不好笑。那是因为我们的位置不同。之前你拿我来展现你的幽默感的时候，我也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你是来找茬的吗？我是来重新分配工作的。鉴于顾杰目前对我的重视，之前封印总是把名利双收和知名度高的案子分给你，顾杰现在认为应该换一换，你也应该做一些可能收益没有那么高，还很琐碎，或许还会遭到别人投诉的普通的老百姓的案子。这些案子虽然不是大案子，但是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和谐。放这儿吧。这是一个老人家和他外甥女儿家产纠纷的案子。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争房子分地的案子，但是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套房子就意味着他一辈子的收入。你笑什么？这是我之前给顾杰的案子，他居然一直给我留着，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随便说说。祝你一切都好，从头再来啊！嘿，何律正找您呢。哎，你好，哎，进来说啊。顾律交代啊，给您换辆新车，您看看您喜欢什么颜色的？颜色倒无所谓的。罗宾现在用的是什么车呀？哟，罗律现在是林肯大陆，已经是顶配了，没法再高了。那我再去4S店看看行吗？哎，行。哎，谢谢啊。
你先做这个。顾杰老师说，以后我们要归律所统一管理。不，你对我负责，你只对我一个人负责。这个案子你应该非常熟悉，它跟我们有缘。我记得这个案子你好像推给顾杰老师了吧？不是推，是我认为顾杰比较合适。您不是说您不太喜欢这种一地鸡毛、一我家是不喜欢人为了一点？，但不代表我不擅长。那天晚上你跟顾杰还有那个女的，你们坐的是同一辆车吗？是一辆车，谁的车？顾杰的车，有司机。那天开会，我的车限号，我们一起从律所走了，我坐的是他的车。你不用搬到下边去啊。租到你办公室外面去吗？我现在也是高级合伙人了。我不是一个攀高枝的人。良禽择木而栖，热不息恶木之音。我不是恶木，你的良心就不会受到谴责吗？我不能确定。封印他到底有没有做有损律所声誉的事儿？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等你确定以后，你再去做那些？有些事情根本就弄不清楚。丽娜，真的，真相有的时候很难让人知道。这是件悲哀的事儿，所以你就错杀一千。封印他本人他也有错，他并不是无辜的。如果他洁身自好，他就不应该去。那如果要是有人陷害他，给他酒水里放东西了呢？那就应该把这个人揪出来，送到公安局去。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因为我太正直。因为你不近人情。如果有人半夜出门被贼抢了，你就会说：“你为什么半夜出门？你半夜出门就是不对。”如果有人报警说自己被偷了，你就会说：“你怎么能让贼跑了呢？你怎么不能把小偷抓住呢？”哎，你等等，你的这个观点我听罗宾说过，责备受害者。啊，你是说你们是受害者，我是加害者是吗？不然呢？哎，为什么我赢了他输了，我就是加害者，他就是受害者？他赢了我输了，他就是胜利者，我就是失败者，什么意思啊？人心向背听说过吧？人心向着的，赢了就是胜利者，输了就是受害者。我明白了，你的心是向着罗宾的。我以前以为你以前以为我是一个攀高枝的人，对吧？谁赢了我就向着谁。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你看错人了。不，我没看错你，你的确不是这样的人。我说的是一个肯定句，不是一个疑问句。你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错我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你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工作呢？道不同不相为谋。
丽娜，丽娜，丽娜！你声如洪钟。电话是坏的，让他们尽快修一下。我知道，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马上就去再催一下。还有，看到了吗？到处都是灰，能不能请人来打扫一下？这层本来就没有打扫人员，我已经在58同城上找了，专业打扫人员马上就到。我不管，打扫干净。黛西来了吗？我不知道，我待会儿去看一眼。看一眼。你电话也坏了吗？我桌上根本就没电话。我正在申请呢。之前那个桌子不是坐人的，是堆杂物的。好，太好了。你告诉他们，就让他们这么干吧，最好把我电话也拿走。这套房子是我父亲单位分的，跟我这外甥女儿这一家子没有任何关系。我父母在世的时候，一直是我跟我媳妇儿照顾着。老头老太太也多次说过，这套房子就是我们的。后来父母一过世呢，我就把这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一直是我们一家3口跟这住。那您外甥女儿就从来没有在这所房子里住过吗？住过，那就是1、2岁的事儿啊。那时候他妈工作忙，就把这孩子搁在姥姥姥爷家了，这不是很正常吗？后来也是为了这孩子上幼儿园方便，就把这户口给落过来了。这一落就是20多年。后来我姐也没了，这外甥女也结婚了，她又生个孩子，也是为了她这孩子上幼儿园方便，把她这闺女这户口也迁过来了。当时我就有点含糊啊，我说这俩孩子户口都落在这儿。我就跟他们提过呀，但是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占这个房子，也不会跟这儿住，还写了个承诺书。您看一眼。这份承诺书写的不够清楚。是，所以他外甥女一听说老房子要被征收，立刻就把于先生一家告上了法庭，说自己是同住人，要求分割征收补偿利益。需要补强证据。知道他外甥女儿和他外甥女的女儿住在哪儿吗？他们之前有福利分房吗？我问于先生了，他说他不知道，因为他们好多年都没联系了。要不是这次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他压根儿都已经忘了这茬。因为外甥女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姐姐，我知道他外甥女儿的母亲就是于先生的姐姐。于先生的姐姐去世之后呢，他跟外甥女一家也就没有联系了，所以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包括他们住哪儿都不知道。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忙着呢。这个地方好局促啊！啊，还真的是在完成布置给你的作业呀？不然呢？你记住啊，只有小律师，没有小官司。再小的官司，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大事。好律师，我要知道你有这么高的觉悟啊，那我应该推荐你去做家庭调解员。你有事儿吗？你是来看热闹的吗？我是来检查作业的，啊，我要跟进度，你呢要随时向我汇报，以便于我了解掌握情况。哎，加油，加油，加油！罗老师，需要我帮你找个小人让你扎吗？我从不跟小人计较。回到我们的工作上来。好的。刚才说到哪儿？何先生，这是林肯新推出的大型美式豪华 SUV 飞行家，它配备了30项调节全体感按摩座椅，这可是业界独一份。还有，这28个扬声器是沉浸式的瑞威3D 音响，音乐质感超棒。来，您上车感受一下。爸，这车动力性怎么样？
这车的动力是真没得说，它搭载的是 3.0T V6双涡轮引擎，配合 PHEV 插电式混动电机，扭矩高达800牛米，秒杀超跑动力水平。哎，甭说了，就定这车了。好的，何先生，我去给您准备合同。好嘞，好嘞，谢谢啊。何老师好。哎，有事吗？没事，没事，没事，好。何思老师，嗯。顾主任，你找我有事儿？为什么黛西的入职登记表上只填了姓名、性别、婚否、出生年月？因为黛西一直归罗宾管理，所有的助理、实习律师都归你管，罗宾的除外。现在他不能除外了。对呀，他现在不能除外了，我现在就去找他。为什么不是他来找你？他桌上的电话坏了。那也要他来找你。你现在是高级合伙人，所有事都得按照规章制度，不能像以前那样。进。罗宾老师，什么事儿？那个何塞老师让您去一下他的办公室。知道了。何塞老师说，让您现在就去。你告诉他我现在有事儿。小伙子，有耐心。进。何塞老师，罗宾律师到了。啊，你去吧。啊。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吗？你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吗？我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的几乎所有的个人简历都是空的？啊，他是哪所院校毕业的？他毕业之后他从事了哪些职业？学历呢？学位呢？父母呢？兄弟姐妹呢？各种社会关系呢？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怕负不起责任。她是谁的女儿？还是她是谁的女朋友？还是？我说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老李，嗯，我开心消消乐呢。空几关了？又更新了。你来找我有事儿啊？以后你开这个车。哦。啊？你们顾杰当老大了，所以给你换辆车。哦。那什么，你把以前的车钥匙给我吧。好，谢谢。
哎，你好，找谁？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这是我的名片，我们想要跟您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家没出事吧？没有。啊，我们就是想要问一下，您的邻居于先生，他家里是几口人住啊？老于家？对，您跟他应该是20多年的老邻居了吧？哎，说。开始他和他父母他们家一家3口住。后来父母过世了，一家3口住。就他们一家3口。对，一家3口住。那这期间有没有别的人住他们家呢？没有。哎呀，哇，这说每天上下午都知道。太好了。还有一件事，待会儿能不能请您帮我写个书面的证明啊？书面，没问题。哎呀，太好了！做什么用啊？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你我一会儿跟您说。你忙。喂。好，我知道了。罗老师，晚上好。进来。哎呦，这就是你家啊？你从现在开始可以录音，以防我万一骚扰你，你缺乏证据。你也可以准备一下摄像头，万一被我讹诈的话，还能说得清楚。谢谢。我之所以叫你来我家，我知道是因为办公室太小了，是人太多了。这是什么？顾杰行车记录仪里的东西。这个不违法吗？你法治观念可真强。也是，您为了除掉他，才不管是不是犯法。是他为了除掉我，才不在意犯不犯法。不管他犯不犯法，我们都不应该把人家行车记录仪里的车是律所买的，配给他的。他现在是新的执行合伙人，所以我把我的车跟他换了，这不违法。而且行车记录仪也是律所的财产。对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您的车会比他的车好啊？他可是律所的老人，而且还是创始合伙人。就因为他是创始合伙人，所以他的车买在先，所以是旧款。我是后买的，是新款，这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回事啊？他们说原来的车旧了，给您换辆新的。好。根据 GPS 的行车轨迹来看，顾杰的车从会场离开之后，去了中海花园，15分钟之后离开，回了自己的家。此前包括此后，他的车曾多次出现在中海花园。这是会场当时的照片和视频。有没有他们离开会场上车以后的视频？恰巧没有，全是会场的视频。这个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全部吗？全部，被邀请的嘉宾、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您可以确定那天在会场所有的人都在这张名单上吗？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有人他临时带了一个朋友过来？我认为我们需要找的人就在这张名单上。为什么？直觉。您是想要我找到这个人？您认为这个人他住在中海花园，而且跟顾杰原本就认识？没错。那您为什么不去问顾杰老师的司机啊？让他直接在这些照片里辨认一下不就好了？顾杰的司机跟他是亲属关系。那您可以让封主任去辨认啊。他喝多了，而且断片了，有人在他喝的水里面放了东西。他在会场的时候总应该是清醒的吧？他跟顾杰老师一起上的车，而那个女孩当时就在车上，
他能不知道他是谁吗？一个会议那么多人，请问谁能一下记得住所有的人？我可以呀，只要我见过，我就可以记住他。更何况我还跟他说过话，而且还跟他在同一辆车上。那只能说明你的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但是常人很难做到。如果说这个人有脸盲症，就更加困难。您的意思是，封主任他有脸盲症啊？还是说他就是想让你把这个人找出来？你是想说，找到这个女孩，我是受了封印的指使吗？那请问，封印为什么要指使我这么做呢？我知道，您和封主任跟顾杰老师有些矛盾，所以你怀疑我是想找到这个女孩，让她改口，然后给她一笔钱，让她调转枪口，给顾杰致命一击。我当然知道您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不确定封主任会不会。封印肯定不会。您为什么就认定他不会？你为什么认定他一定会呢？在我做交换生的时候，我说的是我们学校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学校有个老师，他骚扰了一个女学生。那个被骚扰的女生后来难以忍受，就跟她的闺蜜吐槽了这件事情，于是她的闺蜜就曝光了这个老师。最后，这个老师的大弟子他找到了那个被骚扰的女生，给了她一大笔封口费，女生就改口了，而那个闺蜜就成了被告。而你就是那个闺蜜。陆漫漫那个账号已经永远关闭了。我还知道那个女生的名字叫林小玲。您什么时候知道的？我早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说？跟谁说？我是说，您知道了，您为什么不跟我说您知道？你这是倒打一耙。难道你忘了你当初在我办公室是怎么跟我说的了吗？我没有学历。没有什么学历，硕士学历还是博士学历？本科。本科都没有。我上过法学院，只不过是在最后一年实习的时候出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不想说。想起来了吧？是你自己说你不想说。是我说的，我不想说。是啊，你自己说你不想说，难道我还要追着你问？你不想说的那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是因为你多管闲事，然后被反咬一口，导致自己连学位都没有拿到，所以后来丢盔弃甲回到国内，一个人把自己关到屋子里，打了1年多的游戏，然后又心灰意冷的去卖了咖啡，认为大部分精英都是衣冠禽兽，认为大部分律师都是见钱眼开，再然后你就来了律所，准备行侠仗义，大杀四方。麦飞告诉你的，是不是 ？No。您认识林小玲？我不认识。那您是怎么知道的？虽然我非常讨厌循规蹈矩，但是我也总不会从大街上捡一个人来给我当助理吧？我总要知道他有没有犯罪前科，是不是对方的卧底。我对客户负责，我也要对律所负责。所以你就调查了我？谈不上。黛西，我们既然把话说到这儿，我正好要问问你。你说那个教授对林小玲进行性骚扰，你又不在现场，你仅仅凭林小玲的一面之词。我跟林小玲，我们从幼儿园就认识，我们当了一路的同学，我相信她说的所有的话。那么我跟封印也不是昨天才认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一起，我相信他，所以我认定这件事情他一定是被陷害的。那人家女孩为什么要好端端的陷害他？动机是什么呢？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吗？按道理说，疑罪从无，这所有的一切的消息，都是来自顾杰，其他人一概不知。而封印如果不接受他的前提条件，那么就要被诉诸法律。所以呢，大家就莫名其妙的搞了一个投票，封印也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下台了。所以你就认为这一切都是顾杰老师搞的鬼？当然，
否则顾杰为什么坚持不告诉大家，那女孩是谁？她叫什么？她是干什么的？她的联络方式，她的家庭地址。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做。这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隐私，就像当年，我为了保护林小玲，不管我后来再怎么被动，我都没有说出她的名字。这件事情跟封印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同学，不愿说出受害者的名字，而封印这件事情，有没有受害者，到底有没有受害者，这个人都不一定。我们当然知道，肯定有这个人，包括封印，他也知道，他都已经去了人家女孩家了。我说了，他是被陷害的，他喝多了，他断片了。那他为什么要去人家女孩家？你这个逻辑好搞笑啊！比如说现在，这是我家，你在我家里，如果说我在你喝的水里下了东西，难道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最终的结果都由你自己来承担吗？行了，您别说了，我知道无论怎么说，您都会说是顾杰把封印给拉过去的，因为顾杰他就是封印下课这件事情的发起者和获利者。没错，所以我必须找到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存在的话，如果你找到了这个女生，那个女生跟你说封印确实做了，你怎么办？那就请给我证据。如果她拿不出证据呢？那就是诬陷。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拿出证据的。如果你不想干，你就明说，不用在这儿推三阻四。确实不大想跟人家当枪使。你说什么？当枪使？好，我懂了。良禽择木而栖。顾杰是不是承诺你可以选一个新的老师？他是这么跟我说过，但是我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呢？您希望我接受？你是想让我亲口说出我希望你接受吧？这样你就不用有内疚感和负罪感了吧？你居然认为我是这种人啊？那你是哪种人？我只不过想让你去搞清楚这个女孩到底是谁。你在这绕一圈子，我只能理解为你不想做。我确实是不想做，但是我不想做的原因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的狭隘。那你说一个不狭隘的，我听听。作为一个女性受害者，你让她找出证据证明自己被一个男人骚扰过，更何况她是面对一个像您这样的有丰富法律经验和司法实践的优秀的律师，这真的太难了。稍有不慎的话，就会被套进去的。我为什么要套他？你给我出去！别生气，我一点都没生气。我这是在跟您探讨啊。不需要探讨，我自己可以解决。时间不早了，出去。
来，哎，小心啊！哎，慢点。好，小心啊！你要把封印挪哪儿去啊？都不是主任了，就摘下来呗。顾杰知道吗？工作得做到领导前面，你不能什么事儿都等领导开口，对吧？这我觉得吧，我明白，您放心，我一会儿就把您的照片放到罗宾前面来啊。我不是这个意思。赵旭把封印的照片给摘了。封印也摘过其他人的照片。不，封印当时摘廖佳敏的照片，是因为廖佳敏她走了，可是封印现在并没有走人，他起码名义上还是我们所的顾问呢。所以他还占着本所最大的办公室。我以为赵旭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这种小事我一般不太会管。罗宾怎么样？问了没有？问了。黛西确实有背景。什么背景？应该还挺深的。罗宾说他不能泄露。胡扯！你去查，我还不信了。我认识罗宾20年了，他桀骜不驯，独来独往，谁的账也不买。可是对于黛西，说句实话，如果黛西没有什么背景的话，罗宾一个什么人都不忍的人，为什么要忍她呢？而且这姑娘刚刚到我们律所的时候，就得罪了最大的客户，当时把封印气个半死也没辙。我估计封印应该也知道她的背景。我说他怎么敢那么对我说话呢？哎，你说你个小玩意儿啊，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拔，跟你3天就拔3天，什么玩意儿啊？拔一下，哥哥。哇塞，您好辛苦啊！这大热天的，您还捡狗屎。那个，喝瓶王老吉吧，解解渴，休息一下。啊，您好，您不用客气，有啥事可以直说。是这样的，前2天呢，我们开车来咱们小区，不小心丢了东西，那东西特别的重要，所以我想拜托您，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监控啊？你把车停哪儿了呀？停哪儿我倒是忘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是哪天，然后大概是几点。你不是把车停咱小区访客车位上了吧？有可能。我就说，那个小五啊，来，这边盯着点啊。好哎。记得千万不能跟业主起冲突。没问题。您好，您请跟我来。谢谢啊。你别着急啊，就在这一块了。谢谢你们，辛苦了。没事儿。哎，就这个，对不起，不好意思，就这个，慢点。他住哪儿啊？他住318吧？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什么我不知道，得给你查。但是我知道他在318，他家老有快递，你是不知道。什么？你不认识他呀？我认识后面2个，我们再往后看看，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出来的，好吗？不是，你怎么还要看人怎么出来的呢？丢的啥呀？戒指啊！我看我那朋友，他进去的时候手上明明戴着戒指的，我想看看他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戴。我们往后看看。丢的戒指。你是怀疑这个男的把戒指丢在了这个女的家里？哎，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哎呀，你这个……哎，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知道瞒不住。事情是这样的，我妈认识一男的，就是你们看到视频里的那个，我怀疑他有家室，所以我就想替我妈把关。我特别担心他会被人给骗了，所以让我往后看看好不好？等会儿，你说你妈认识一男的？是，
我没有父亲，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已经去世了，我就只有妈妈带着我，所以我跟我妈的感情特别好。你们不知道，我妈她特别纯洁。其实我也不反对她梅开二度吧，但是我总要帮她把把关，我得看看这个男的是不是有家室，是不是可以给她安稳的后半辈子，是不是？所以我求求你们了，让我往后看看吧，好不好？我真的很担心我妈妈被人给骗了，好吗？看，谢谢，谢谢。现在啊，这个世道也乱，骗子多，你回去也跟你妈妈说，让她多注意呀啊。好。您好，您什么事儿啊？我想来打听一个业主，他住几楼？几门几号？他叫黄觉，您能帮我查一下吗？哎，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啊不负责查人。王经理，不是，你们俩认识啊？啊，他是我哥。你哥？不同父不同母的。啊？你居然骗保安？不然他为什么让我查电话？他叫黄觉。您怎么知道他叫黄觉？名单上有这个名字。名单上的名字多了。你去哪儿啊？您去哪儿？跟你的地方一致。我也是。那你按楼层啊？你怎么不问啊？女士优先嘛。根本就不知道黄觉住在哪层，对不对？我可以去找保安，让他调监控。行啊，但我也会去跟保安小哥哥说，哥哥你精神不是很好，容易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千万不能让你看监控，而且不能让你随便进小区、进楼道。那我也可以把她的照片发到网上，就说这是我偶然邂逅的一个女孩，我一直对她念念不忘，这是我的真爱人，我让广大网友帮我找到她。你去哪儿啊？您去哪儿？跟你的地方一致。我也是。那你按楼层啊？你怎么不问啊？女士优先嘛。根本就不知道黄觉住在哪层，对不对？我可以去找保安，让他调监控。行啊，但我也会去跟保安小哥哥说，哥哥你精神不是很好，容易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千万不能让你看监控，而且不能让你随便进小区、进楼道。那我也可以把她的照片发到网上，就说这是我偶然邂逅的一个女孩，我一直对她念念不忘，这是我的真爱人，我让广大网友帮我找到她。行，我可以带你去找她，但是你得发誓，千万不能跟封印说出任何关于她的信息，特别是她的住址。为什么？我怕封印会找人去骚扰她。你就不怕我亲自骚扰她？你没那么无耻。谢谢夸奖。这不是夸奖。我们到底要在这儿站多久？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儿，无论什么时候你去找他，我都必须在现场。同意。你一定不能把我排除在外。你到底按不按电梯？你好，我是罗宾，全景律所的律师，黛西我的助理，有些事情，我们想找你谈一谈。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我知道你做了什么，我们谈谈对你有好处。谈吧。为了确保你我的利益，我们这次谈话需要录音。你也可以录。我那有，随时录。那你一定录了公益之星那天晚上所有发生在这间屋子里的事情吧？我只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你把那个监控视频复制一份给我们，用不了5分钟。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你涉嫌诬陷。那你为什么不去告我呢？因为我认识12岁的你。
那时候你还不叫这个名字。这些我想你应该都还记得吧？非常公平的讲，冯毅当时已经替你们争取到了最好的和解条件。对，你们当初就是这么说服我妈妈的，所以她签了这个协议，拿了钱。没过多久，大家都知道我们拿了钱，我们再也得不到任何的同情，包括伤害我们的那家人，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也没有过半点的歉意。你们管这个叫最好的和解条件是吗？但这个事情你真的不能怪律师。那怪谁？我们原本是受害者。就因为我们同意和解，我们拿了钱，大家就可以造谣，说我们是故意讹钱。我爸爸当时已经病重了，我妈原本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但是后来我爸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跟我妈大吵一架。他问我妈妈，明明是你的女儿被别人给打了，你这个当妈的为什么会同意人家花钱了事呢？我爸连妻带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人活一张脸，我爸觉得他没脸可活。你真的不能把这笔账算在律师的头上？为什么不能啊？他们是律师，你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你签了字，为什么不能呢？后来我们尽量弥补了。你们的补偿就是建议我换一个名字，建议我们搬家。我们把房子卖了，但我还是被人认出来了。对。你改成了叫黄觉，当时是封印，让我陪你妈妈到派出所一起协助的。但后来你去留学，你需要一笔很大的保证金。那是我母亲找人借的。不，是封印让我打给他的。这是汇款凭证。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你母亲。我现在一周去看我妈一次，她已经连我都不认识了。对不起。那我现在想请问，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可以还封印的清白吗？以后见我需要预约。我刚从黄觉那儿回来，当时他的这个案子很轰动啊。这个案子是封印带你做的，你那个时候是他的跟班儿。我想请问你，为什么把封印骗到黄觉家里去？是封印自己要去的，我只是陪他前往。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封印，黄觉是谁呢？封印是办他案子的律师，他都没有认出来他是谁，我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呢？对我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志愿者而已。然后我们一起去健身，共享一个健身教练。我母亲大部分时间都是糊涂的，
但我知道他对当年的和解协议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律师的当。顾姐就跟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枫叶能跟我母亲道个歉，也许他就能解开心结，唤醒记忆。所以那天他就把枫叶带。我可以理解为，你们收买了那姑娘，或者威胁了她。不可能，我和罗宾老师是一起去的，我们全程都录了音，绝对不存在任何的收买还有威胁。那我也可以解释为，你们在录音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收买和威胁。我们没有，空口无凭。你说没有，我说有。事实上，那天晚上，枫叶和黄觉到底在那个屋子里发生了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好，我们大家来重新投一次票，2个选项。选项 A 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版本，枫叶那天在那个姑娘家喝断片了，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睡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选项 B， 你们收买了姑娘，按照你们所需要的版本重新编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栽赃嫁祸给我。如果重新投一次票，你们猜大家会选 A 还是 B？ 我想提醒你，黄觉家的客厅有监控，卧室和洗手间没有，所以你还是无法证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是你行车记录仪里的储存卡。你和黄觉在车里的所有对话都被记录在里面，包括当时枫叶昏睡过去之后，黄觉给你打电话，你当时就在车里。你跟黄觉说不用担心，也不用送他去医院，因为枫叶喝的断片酒是你给他喝的。你还让黄觉好好想一想，到底要让枫叶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告慰他父亲的在天之灵，以及他和他母亲所承受的全部不幸。如果再投一次票，我倒是可以在投票现场播放一下，你觉得大家会相信谁？你真卑鄙，是你换了车。人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尤其是当遭遇的对手比较没底线的时候，不得不做这么1、2件看起来不太高尚的事情。这是你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我教给你。没错，所以谢谢，我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我也给你2个选项：一，因为你的身体原因回家休息；二，你也可以仍然待在这个律所，但是你的这间办公室要换一下。你还真是睚眦必报。我还没说完，不管哪个选项，你都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是你弄错了，没面子。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比较体面的版本，比如说，你就说你接到了一个匿名的投诉电话，然后你就当真了，可是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愚人节笑话。现在，你应该去枫叶的办公室，郑重地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叫做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硝烟从未散场，又怎样？突然百孔千疮。只能够
战胜残酷，只能去劝阻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夜的星光长什么模样？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其实你可以不走，搬到楼下储物间，你也可以不搬，写个检查。不用不着。那你要怎么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是围棋高手，你靠对方的错误赢棋。不，你不了解围棋。我了解你，你会逼着对手犯错误。是你给我挖了个坑。是你逼我给你挖坑。是我跟你共同创建的全景律所。你不善交际，不爱应酬，你不敢自己开律所。是我说服你。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交际。那个时候，我们接了很多其他律所不敢接的案子。我们最大的困难不是接其他律所不敢接的案子，打其他律师不肯打的官司。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案源。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刚刚成立的律所。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打官司是个低频事件。即便你服务的再好，即便是打赢了，也很少有回头客。谁愿意3天2头打官司呢？所以，是我去应酬，我去交际，是我去争取企业客户，争取做他们的长期法律顾问。最早的那批客户都是我争取来的。所以啊，在律所的墙上，我说的是过去的假账。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排在第一排，第一排只有你和我。后来你开始排挤我。我没有。你有，你在律所有威望，有地位，人人都会巴结你。我呢，罗宾把我的客户抢走了，你说什么了没有？罗宾没有抢你的案子，是你的客户不满意你。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跟我讲话。我以前，你以前仰仗我，依靠我，信任我，需要我。现在呢，你有其他人可以仰仗，可以依靠，你也没有再那么需要我了。我很后悔，我把我最美好的青春，我最好的时光全部贡献给了全景。现在全景人丁兴旺，兵强马壮，我也没有什么再可以给他的了。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我想带走愿意跟我走的，只要他们愿意跟你走，我绝不拦着。谢谢。那我就把辉耀、东方江和几个客户都带走。不行。你刚刚说还可以的。我以为你说的是带走律师。我当然说的是客户。当然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们是我的客户，是我辛辛苦苦维系多年的。所有的客户都是全景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全景的客户，是因为我在全景。你太高估了自己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还是那句话，你什么时候想回来，我依然欢迎。罗老师，有件事情我一直不大明白啊。16G 的行车记录仪最多也就记录100个小时，就算是64G 的，也就最多是400个小时。所以呢？您说顾杰老师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和黄觉所有的对话？是不可能的。那您当时？我赌他不知道。那他万一知道呢？不存在这个万一。为什么？因为他是顾杰。你的意思是他蠢？不，我是说他没那么坏。什么意思？不够坏的人做了坏事儿会心虚，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坏事儿。
所以只要你跟他说，行车记录仪记录了他在车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的脑子马上就会去扫描自己在车里说过的每一句错话，根本没有内存来反映正常的行车记录仪到底能记录多长时间的内容。哦，对哦，是啊是啊。你那个外甥女告舅舅的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我找过王立川好几次，他都不搭理我。不搭理你，不是你见不到对方的理由。贝蒂斯橄榄油，西班牙的皇室用油，几百年的品质保障。您看一下，这可是原装进口的，不仅食用健康，还能美容护肤呢，最适合您这样的白领。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发票那个能办那个化工用品吗？不能，您买什么开什么。哦，不行，谢谢啊。哎，您后面排队啊，我不是来开发票的。啊，您在这签个字就行。啊，这里是吧？对对对。哎，好嘞，这卡您拿好。好的，好。您好，这是我的名片，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黛西助理。什么事儿？是关于您告您舅舅的那个案子。对呀，法院已经立案。你舅舅想要找你商量一下。这事儿没得商量，除非他给我一半。您姥姥姥爷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房子是归您舅舅的，而且您跟您妈都已经签了承诺书，说保证不要这个房子。那不是我的签名，我妈也不在世了。你好，这儿能开发票吗？开发票您那边扫码自助。好，那边。你呢就别在我这儿磨叽了，磨叽也没用。他要不同意呢，咱就法院判，法院判多少就多少，都别废话。妈，喝水吗？你怎么叫我妈？我不是你妈。那你是谁的妈妈呀？黄觉。我就是黄觉啊。你是黄觉？想起来了吗？妈，您还记得他们吗？记得。他们是律师。你们来干什么？大姐啊，我们今天来是向您道歉的，我们当年考虑的的确不周全。他那外甥女油盐不进，还说什么来着？啊，说什么那承诺书根本就不是他写的，签字都不是他签的，还非说自己的户口在那儿，要分走一半。这什么呀？这是王立春在南菜园拆迁时作为托底安置对象的材料。那他就不符合老房子共住人的条件了。没错。哇塞！哎，你哪儿找到的呀你？我厉害呗。你太厉害了！我请你吃饭，你点吧。哎，别，你帮我，应该我请你才对。于叔是我爷爷的老朋友啊，想吃什么随便点啊，自己画。那我点啦，那我可随便点啦。我以前对您有误解。我那个时候也是年轻气盛，急于求成，所以后来啊，就一直积极热心公益事业，尽量不做一个无情的法律人。尽管有的时候义不容情。顾杰他是受了我的影响，我老在他面前说您的坏话，尤其我到医院来看我妈，我特别难受，所以我情绪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报复。但其实我
我就是想发泄一下。哎，我懂。其实我和顾杰也是多年的交情。哦，对了，当初您借我们那个钱，我们到时候怎么还给你？那钱不用还了。不行，那个钱一定得还的，这样不可以。这样吧，如果你非要还，那你就找个公益基金，捐给需要的人好了。好，我们走了，再见。谢谢，再见。再见。别装傻，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不是你借给他妈妈那笔钱，没怎么回事。说，您还记得他妈当时老到咱们律师所去找您，您让我接待的吗？我记得。然后呢？他就跟我说，虽然房子卖了，搬了家了，名字也改了，但是还是老被别人挖出来，不得安宁。所以他就想带着女儿出国留学，但是还差点钱。你就借给他了？事实上，我是跟他说，咱们帮他筹集了一笔捐助款。多少钱啊？干嘛？你要还我？不是。你当时哪来这么多钱啊？我结婚的钱。我知道蓝红为什么不嫁给你了。我没这么伟大，是蓝红不嫁给我在先。你一气之下就把那笔结婚的款子给捐了，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蓝红应该付给我们1650万。老大，温馨提示一下，这是何塞的客户。何塞已经去了律师函了。那对方怎么回复？没回复。没回复。我们的法务没有跟对方的法务联系吗？对方是个家族企业，她老公是董事长，她老公的弟弟是 CEO， 法务总监是蓝红。那何塞打算怎么做？起诉他们。不，我不赞成。律所起诉自己的客户，这是两败俱伤的事儿。不起诉，那就只伤我们这一头。对不起啊，刚才门开着，我就自己走进来了。我正好听见你们在谈论我的客户。对于这种没有诚信的客户，我们就应该起诉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丑恶行径。正好听到，好巧啊！你在暗示我偷听你们谈话，不然呢？你正巧经过？我还真不是正巧经过啊，我是来找封主任，我做一些必要的解释。我和罗宾正在谈事儿，你急吗？这不妨碍。我跟您说什么了，罗宾都会很快的知道。你们之间没有秘密。阿伟，别走，坐。之前，之所以我站在了顾杰的一边，是因为我认为当时顾杰说的是有道理的。在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我也认为，您当时不适合做律所的执行合伙人。现在呢，事情都弄清楚了，啊，您也官复原职了，这是皆大欢喜。你想解释什么？我没听出来啊。我认为我站在顾杰的那一边，当时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来说也没有错误，对吧？但是如果您认为我错了，或者您认为那是我的污点，或者您觉得我就
不适合再留在全景了啊，或者是您想杀鸡给猴看，那好，我可以离开全景。事实上，顾杰也跟我说了，如果是我愿意，我可以跟他一起做创始合伙人，再去开一家新的律所。何在，没有人想让你离开。好，那我就继续留在全景，我发光，发热。针对这1650万，我认为必须要诉诸法律。对于这种流氓无赖客户，我们绝不能退让，必须起诉。不能起诉。大公律所起诉客户就是前车之鉴。虽然官司打赢了，钱也要回来了，但是他们客户及其所属的所有子公司，跟他们的乙方公司和他们有生意来往的合作伙伴，全都跟大公律所解除了法务合同。和他们失去的相比，他们要回来的那一点点根本不值一提。我还没说完，这还没有算上大公律所所损失的声誉。律所起诉客户耍赖，客户指责律所不专业、不敬业。不敬业怎么给他们把官司打赢的？那是因为客户认为他们本来就占理，就应该赢。蓝红可不敢跟我说这话啊！他的这个官司1审、2审都输了，直接告到了高院，是我帮他们打赢的，所以他们才跟我签了长期法律顾问合同。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听懂我在跟你说什么。我也不赞成贸然起诉。蓝红手上有几百亿一个案子，1审、2审历经数年，不单纯是一个资金的问题，他们一直打到高院就是想赢，而且不计成本。想想啊，这么一个大集团公司，最看重的就是他们的声誉。你们俩再商量商量，打官司是最后的手段，看看能不能除了这个最后的手段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那要想办法先去了解了解，到底卡在哪儿了。卡在你前女友那儿了。哎，也许你去能把这钱给要回来。你给我滚出去！这是封主任的办公室。那也滚出去！刚才赵旭来找过你，什么事儿？他想跟你解释一下，之前不是他想要占你的办公室，是顾杰安排的。那他的意思是，别人非逼着他占我的办公室？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你怎么了？没事儿。你不想说就算了。老大交给我一件棘手的事儿，非常头疼。蓝红，我就知道这个案子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会绕到你这儿。你有什么建议吗？我听说她老公病了，病得不轻，真的病了，都住医院了。他们家的买卖是一个家族企业，旗下有好多家公司。她老公占60%的股份，她老公和她前妻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年，占20%的股份。她老公还有一个弟弟，一直负责公司的运营工作，也占20%。那蓝红呢？她不占股，名义上她是公司的法务总监，但是她并没有实权。蓝红生的是一个女儿，我听说她老公家重男轻女，每年春节她老公都要回到她家族过春节，就是和她的弟弟那一家，还有她自己的儿子。蓝红都是带着她女儿到她娘家去吃年夜饭。那要账这事儿，人家老公都进了医院了，在和病魔做斗争，你现在去要账好吗？合适吗？再加上你们俩之前还有那么一段。
我敲门了。我听到了。我刚才给你前女友打了一个电话，鉴于她是她老公公司的法务总监，以及她老公是董事长，所以我跟她说我们要当面沟通。我们？对，我们。我跟她说，我和你，我们一起去拜访她。哇哦！为什么哇哦？祝福你们啊！预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罗宾哥，我姐在里面等你呢。哦，何塞，我同事，蓝红的妹妹。我们总算见面了。是这样的，我现在呢是我姐姐的助理，何塞先生呢一直管我们公司要账，所以一直给我们发邮件，都是我来回复的。那你们可以直接留个联络方式，直接联系。啊，我们拿电话，我们继续留吧。哎。你们是来下最后通牒的吧？我们是来送温暖的，我们是来送温暖的啊。董事长的身体还好吧？这个要问董事长的亲弟弟。兰兰，我说的是实话，他弟弟都不让你去医院呢。那是因为医生说了，脑梗病人容易激动，他生怕他哥见着我跟孩子会太激动了。那现在公司是谁在管理啊？他弟弟。他除了这个弟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父母还在世吗？何塞，你过分了吧？不，我就是提示你一下。你看，如果说你丈夫这边家庭成员还有家庭结构比较复杂的话，那么一定要尽早把遗嘱确定好。罗宾，我说的有道理吧？哎，对了，你们俩的联络方式留了吗？我扫您。哎，姐，我觉得何塞律师说的对，您是应该把遗嘱的事情提上日程。而且这个遗嘱吧，一定要做个公证啊，一定要有见证人。像我们律所呢，也有这方面的业务。这个有些老板吧，提前先走了，然后家里边呢就打成了一锅粥。这一打官司会打很多年，这种事儿咱见了很多。兰兰送客。不，我还没说完呢。尤其像你们家这种市值100亿的家族企业，一旦打起，你们不就是来要钱的吗？那还何必绕那么多弯子，假装关心我、关心我老公呢？我现在就告诉你，公司所有的事情现在都是他弟弟在管，他亲弟弟。有本事你就找他弟弟要，我把电话给你。你有本事把刚才说的话当面再跟他说一遍。我跟他说立遗嘱的事儿，他一定会感激我的。不好意思，我们先回了。你多保重，也祝你先生早日康复。我没说完呢。你说完了。不是，哎，我真没说完。真说完了。我姐姐最近喜怒无常的。能理解，能理解。那我跟兰兰再说两句。您说。他见了美女就拔不动腿，而且，不，你陷害我。说起来没完没了。您记得微信给我通知。好的，会通过的。好，留步。不是，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干嘛把我拉出来？等你说完，人家就该把你赶出来了。不是，那咱那1650万呢？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不回来了。哎，咱俩一块儿来的，我也没见着你占上风。我们不是来为了占客户上风的。作为律师，不能只讲客户爱听的话。那你也不能人家不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吧。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也是律师，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呢？人家老公还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你就再跟人家聊遗嘱。不是，那什么时候聊啊？死了之后聊啊？这遗嘱有死了之后聊的吗？啊，不都是活着的时候聊吗？对不对？你再说了，他死了之后，那跟谁聊去？死了之后聊的遗嘱，那法律，他能承认吗？哎，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这给你开车门呢？需要给你小费吗？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一般情况，这老公生病了，按常理哈，人之常情，那都应该是妻子到医院去照顾老公。可是他们家呢，居然不让蓝红到医院去看丈夫，那是人家的家务事儿。我不同意你这说法。这婚姻法和继承法管的都是家务事儿，但那说的是发生纠纷以后。一名好的律师就是要帮助客户在纠纷发生以前避免纠纷。帮助客户的前提是要得到客户的认可。如果客户都不接受你，我不管他接受不接受，我就是要尽到一个律师的责任和义务，尽到必要的提醒义务。结果就是你被赶出门外。赶出门外，那是你看到的假象啊，真相呢？真相。何塞律师，特别感谢您。我姐姐情绪不好，请多谅解。您的提醒非常有必要。她刚才给孙超越，就是我姐夫的弟弟发了微信，要求前去探视，结果被告知姐夫今天转院。我们问转到什么医院也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不安。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听见了吗？这就是蓝红的妹妹兰兰给我发的微信。你要听一遍吗？首先啊，他就表示了对我的感谢，而且请我谅解，而且希望得到我更多的建议。那么你打算给出什么建议呢？我马上就会让你知道。兰兰女士，首先呢，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干什么你？先说给我听听。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啊？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那你的意思是，从今以后咱俩各干各的，谁都不管谁？这就是蓝红的妹妹兰兰给我发的微信，你要听一遍吗？首先啊，她就表示了对我的感谢，而且请我谅解，而且希望得到我更多的建议。那么你打算给出什么建议呢？我马上就会让你知道。兰兰女士，首先呢，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干什么你？先说给我听听。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啊？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那你的意思是，从今以后咱俩各干各的，谁都不管谁？我不是这个意思。咱俩是搭档，我应该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你也可以知道我要怎么做。好，既然你不愿意让我知道，请便。我没有说不愿意让你，我不想知道了，但是请你给他发文字，不要让我听见。你必须听。我不想听，不感兴趣。我不管你感不感兴趣啊，这是工作。我们俩在同一条船上，我们要同舟共济。你听着啊，我给他的建议就是：首先要想方设法找到孙浩瀚所在的医院，然后直接过去。第二点，就是要及时的掌握孙浩瀚目前的病情。第三点，你见过孙超越吗？什么意思？你不会不知道孙超越是谁吧？我当然知道孙超越是谁，是你前未婚妻的小叔子。他是拖欠你律师顾问费的浩瀚超越集团的总裁。可是他哥哥才是董事长。你见过他哥哥吗？当然没有了。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还以为你见过。他太太都见不着的一个人，我到哪儿去见他呀？那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跟谁联系？公司法务。那你为什么不让公司法务联系你们俩见面呢？因为法务总监是蓝红，他不允许。法务总监是总裁的嫂子，总裁是法务总监的小叔子，两个人呢面和心不和。合着你这么长时间不停地给人家公司发律师函，连人总裁的面都没见过，这有什么新鲜的呀？人家是一公司的总裁，对吧？又不是公园门口的大石狮子，你想见就见。喂，丽娜。喂，现在说话方便吗？何塞律师在我车上，你说。孙超越最近半年的日程都是满的，但是我知道他每周的今天刚好打网球。我跟他的网球私教刚好认识，他是极客上网球俱乐部的红人教练。太好了。
那麻烦你跟你的私教说一声，也帮我约一下场地。刚巧今天我也想去打一场。已经约好了，今天晚上6点半到8点半你们会碰到，待会儿我就把地址发给你。谢谢。会打网球吗？什么意思啊？带你去见公园门口的石狮子。见公园门口的石狮子跟会不会打网球有什么关系？因为石狮子都去打网球，石狮子都是滚。你是说去找孙超越加9分？如果直接反映出来去找孙超越，就是10分。我们可以直接就去找，减1分，因为这样会出卖丽娜。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假装去找他，然后在那儿邂逅，加10分。哎，孙总，幸会啊。我是全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我叫何赛。我们之前认识吗？我替你们公司打赢过官司。我们公司啊，从来没有输过任何官司。是这个史上汽赔偿最高额的那个案子，神反转的那个，1650万的。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不认识，各玩各的。怎么了？啊，没事，我们接着打我们的。我们俩打一局吧。如果你赢，你原本该付我们的1650万法律顾问费，我们可以不要了。我赢，你们就必须履约。那你可惨了，你大概不知道我们孙总这是专业级的吧？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哦。我要是不跟我哥做生意呢，没准啊，我现在靠这吃饭。巧了，我也是。本来我也是可以靠网球为生的，但是后来不幸学了法律，只能靠打官司为生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言为定。不是，哎，什么一言为定？我友谊第一，比赛第2啊！哎，他们要不履约的话，咱可以告他，一告就一个准儿。咱别这么意气用事，行不行？坐下，等着收钱吧。不是。叫做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硝烟从未散场，又怎样？纵然百孔千疮，他全力对抗，理论逻辑思想。相互碰撞，字典形容公平，让证据揭开最后真相。只能够战胜残酷，只能去圈住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夜的形状，长什么模样？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
笑，都终将绽放，终将绽放。燕大姐，你办公室体操，有助于颈椎、腰椎，防止劳损。啊，有空我教你啊。啊，我先上个洗手间。你上完我教你。哎，你们全景给你多少钱呀？我们律所采取密薪制，薪酬保密。我的意思是说呢，要不然这样得了，你呢来我们浩瀚超越，全景给你多少钱呀？我乘以2。你们有法务总监，众所周知，是你们董事长太太。女人呢如衣服，兄弟啊才亲如手足呢。我哥呢肯定听我的。听你的，他也是董事长，在法律层面上来讲，董事长说了更算一些。我哥现在呢病得连他自己是谁啊都不知道。说真的啊，说认真的，考虑考虑。这事儿呢，以后真是我说了算。那就等你到说了算的时候。不是，现在也是我说了算。那之前的钱为什么不付呢？哎，1650万对于我们来说真不是什么大数目。不是什么大数目，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付？董事长太太趁着董事长病重的时候让他签的这个，这事我问过律师了啊，在法律层面上，这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这人要言而有信啊！你刚才可是输了，
打个赌，那么认真干嘛？玩笑而已嘛。君无戏言，我又不是君，我就是一个小总裁。总裁是干嘛的呀？那就得学会灵动。灵动呢是一种商业品格。要是没有这种灵活的商业品格，那怎么当老板呀？你现在还不是老板呢啊！你们董事长叫孙浩瀚。你们挺默契。当然，我们是搭档。搭档，那你们俩谁听谁的呀？我们步调一致，配合完美。你俩怎么不去说相声呢？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你刚才输了可是。我对我之前对你的一些不当言行表示道歉。你指哪些？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我现在有点小激动，因为丽娜她跟我说，她说其实你从内心来说还是尊重我的，而且你对我的专业呢也是非常认可的，但是我始终表示怀疑。但是刚才你说的那句话，说咱们俩是搭档，配合完美，你负责配合，我负责完美。我在车里等你。哇，黛西，果然是你！你，小雨，孟小雨，你认不出我来了？孟小雨，我就是胖了20多斤，我真的有点没有认出来。你来干嘛？我来找你的呀。找我？那这是你的名片吧？我当时还在想，不会是同名同姓的吧？你们不上来呀？我们聊点事儿，你先走吧。哦。正忙。来找黛西呀？我跟他是大学同学。这胖妞是谁呀？你们认识啊？谁？正忙啊？之前考研的时候，我俩上过一个补习班，他考上了，我没考上。他之前还追过我呢。追过你？你这什么表情？不是，我的意思是，他追过你，可是我看你们刚刚的样子好像不是很熟啊。我当时很瘦的好不好？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会有我的名片啊？你好好想想，你最近都把名片推给过谁？王立春。巧吧，我是王立春的律师。不会吧？我记得王立春的律师好像叫王丽。对，就是王丽，栗树的栗，是不是？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我给他打了无数电话，他就是不接。我还心想着说，改天要到你们律所专门去找他一趟。找不到啦，他跟我们老大闹掰了，走了，所以现在王立春到我手上了。走了？哎，黛西，咱班同学你还有联系吗？没有。我也没啥联系。我前段时间碰到林小玲了，穿的珠光宝气的，当时加了个微信，也没怎么聊。她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们俩那时形影不离的。听说她嫁得可好了，朋友圈每天各种晒娃，幸福的不要不要的。哎，王立春他们家的托底安置材料你看了没有？我还特意问了王丽，她跟我说，王立春根本就没有跟她讲过这档子事儿。你看看我们的客户都是什么素质，都不跟我们说实话。他是怕告诉你们之后，你们会告诉他，他根本就不符合老房子共同居住人的资格。现在知道自己理亏了，这不找我来跟你们谈和解吗？是他告的他舅舅，他撤诉不就行了吗？撤诉是不可能的，撤诉了就1分钱都拿不到。那万一没输那么惨呢？不还能分到一点吗？他一点儿也分不到。哎，反正你就跟你们客户去说，我们这边想要和解，那和解的成，和解的不成，不影响咱俩关系不就行了吗？行，那我跟我客户好好说说，希望可以劝他舅舅和解。那我就提前谢谢你啦。不客气。对了，黛西，我听说你们主任酒后无德，如果真的有这个事儿，他怎么可能还会是我们所的主任嘛？
我听说给人家女的好多钱呢。哦，你听谁说的？我们锁了王丽啊。啊，现在已经不是我们锁的了，刚走。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当然知道了，他现在跟顾杰是合伙人，俩人要一起开个新律所，轮流当主任。这世界可真小。哎，黛西，顾杰他人怎么样？我跟他接触的不多。啊，他还跟我说让我去他们那儿，说准备给我介绍个大客户。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你最好还是打点折扣。我这不也担心嘛，所以来问问你，看他们靠不靠谱。那他有没有跟你说是哪个客户啊？光瑞。不可能，光瑞是罗宾的客户。对啊，我也纳闷呀。你说我去到他那儿跟这边一样，甚至于还不如这边，我这不踏空了吗？喂，喂，罗老师，我有急事儿跟您说。电话里说不清楚，您在哪儿啊？我会去找您，真的特别急，要当面说。我大概10分钟以后到家。好的，罗老师，那我现在就过去找您。好。谢谢。谢谢。如新洗脸仪特别好使，你试试。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结婚了。别瞎想啊，跟罗宾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那我上了呀。你上吧，赶紧的。那你帮我们再约这场球呗。没问题。罗老师，进来。什么事儿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听说你有一个客户要换东家了。哪个客户？光瑞。听谁说的？我一个同学，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他让我帮他打听。你等一下，我给你拿个毛巾。你可真够敬业的，连夜跑我这儿来打听。谢谢。其实我还有别的事儿。什么事儿？你说。我那个同学吧，他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大学的时候呢，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宿舍。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忽然就过来找我，然后遇到高峰，他俩就互相加了微信。说重点。重点就是，高峰跟他加了微信以后，就一直在问他说是什么学校的，哪个年级的，然后问说班级的同学都在干什么，连人家前男友是谁都要问。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还没听懂。我其实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你是怕他会说出来你没有学历，没毕业。这个事儿，我真的一直不太理解。没有学历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呢？我就是没学历，但是只要肯努力，可以继续学呀，可以继续考啊，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担心什么，你怕什么呢？我是怕。怕什么？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
我是怕如果他们知道我没有学历，那又怎么样呢？怕他们嘲笑你，歧视你，说黛西没有学历还在我们这儿混，这是什么？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他居然瞒着我们这么大一个事情。我不是怕这些。那你怕什么呢？我是怕我以后不能跟你一起工作了。淋了雨会感冒的，喝口酒吧，可以去寒。啊，不用了，罗老师，我这就走了。谢谢。你等一下。你晚上吃饭了吗？我吃了。谢谢。到家以后给我发个微信。好。那我走了。拜。拜。你怎么了？有件事儿，我觉得电话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所以我就过来了。我觉得亲自跟你说比较好。出什么事儿了？南红老公走了。喂。哎，罗斌，我刚才接到兰兰的电话，说她姐已经接到正式的通知了。说孙浩瀚已经去世了，兰红当时就晕倒了，我现在正往他们家路上去呢。
什么事儿要专门到电梯口来迎我？封印今天脸色不太好，那他肯定是又听到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了。他一来就问我你今天有什么安排。他不会占用我一整天的时间吧？反正他让我把你今天的安排都取消或者给黛西。黛西呢？他还没有来。我都到了，我的助理还没来。他可能是去。他一来就告诉他来找我。他怎么了？你今天最好躲得远点。啊，来，今天一早，光瑞给我委婉地表示，他们不打算做尽职调查了。说理由了吗？就说先缓缓，高层有分歧。我去跟他谈。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们谈呢？您希望呢？立刻，马上，现在。可是浩瀚超越那边，我已经交给何塞了。何塞搞不定孙超越。孙超越相对于光瑞来说，就是芝麻和西瓜的关系。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你就没听说什么风声吗？您是胜利者，他们是失败者。作为胜利者，您要有雅量，容忍失败者说三道四。我不能容忍他们跑到光瑞那里说三道四、挖墙脚。放心吧，我跟光瑞的关系亲如兄弟，他们挖不走。煮豆燃豆萁，曹丕和曹植也是兄弟，是亲兄弟，不是如兄弟。帮我约一下光瑞，看中午能不能一起吃个饭。如果他说中午已经约出去了怎么办？你最好直接去他办公室，别约饭。那你问一下。他在，我已经问过了，他一天都在。谢谢，麻烦帮我跟我司机说一声。车已经在楼下等你了。光儿，你能不能别这么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头晕。咱们是多年的兄弟，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你想换掉我们？行。昨天有人跟我说，我还不信，我还觉得完全不可能。我不是不相信你，那是因为什么？我听说你们律所走了批人。我没走啊，你还是我负责啊。罗宾，我是个理工男，我很单纯，我只负责业务这块，其他的事我不懂，我也不想知道。但即便是我这种人，我都听说你们律所的丑闻了。什么丑闻？给我装！你们老大的丑闻，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那全是谣言。哦，他在人家姑娘家喝多了，然后什么事儿都没干。第二天早上起来，姑娘没在家，他自己就走了。你信吗？这样，你一会儿上我的车，我把你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给你喝点东西，你就信了。好，即便我相信你，但你们老大出了这么大绯闻，公司走了那么多人，都是些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顾杰是创始合伙人，他都走了。光瑞、罗宾。
我得考虑其他方案。是关于禁止调查，还是关于换掉我们？对不起。出事儿了，我知道了，我正在跟兰兰沟通。兰兰，兰红的妹妹，也是她的助理，她正委托我们帮她调查她姐夫公司的股权变更。跟他们签代理协议了吗？还没有。那他还不算是我们的客户。不管他是不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必须优先。我来是想提醒你，顾杰，他对你的客户也下手了，以美家。这不可能啊！我们昨天晚上还在沟通续约的细节。如果没有99%以上的把握，我是不会站在这儿和你说这些的。为什么不是100%呢？如果是100%，我也没有必要站在这儿了。你必须说服你的客户和我们继续续约，虽说只有1%的希望。我一定会付出100%的努力。我在阵地战。等会儿黛西来了，你就问他昨天晚上去谁家了？孟小雨家。脑子是不是又坏了？孟小雨。哦，昨儿那胖姑娘叫孟小雨啊。我说看着怎么有点面熟呢？你认识孟小雨啊？我在电梯间看见他们俩了，那胖姑娘还给我打招呼，不过我当时没认出来她是谁。何小天，以美家的案子，我一来就跟他们法务联系过了。他们是不是说他们要走流程，对吧？我是问你，你什么时候交给他们的？他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走完全部流程？我从昨天忙到了半夜。你不要跟我从昨天半夜说起，你就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发给他们的。凌晨发给他们了。你跟进了吗？跟进了。我一来律所就跟他们法务打过电话了，我问他们有没有收到，问他们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你说的太啰嗦了，你告诉我结果。结果就是他们说不需要改了。那就赶紧签约呀。他们说不需要修改的意思是什么？是什么？你说呀。他们说顾杰老师给的价格更有竞争力。你别吵了！我何大老师，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因为合同的错误才不跟我们签的，他们是因为这件事。因为你太无能，我都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你就从来没有对过。你们所有人立刻联系你们自己的客户，不管是打电话、发微信，还是登门拜访，要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不能再丢掉客户了。谁要是再丢失客户，谁就给我走人。等一下罗宾回来，让罗宾再去跟他说说。何佳老师，Hello， 早上好。怎么了这是？
嗯。谁啊？罗宾老师。你老大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比走的时候脸色还难看。哎，你躲着点啊！拦都拦不住。哼，你知道人家什么关系啊？你的意思是，昨天黛西去了罗宾家？那黛西去了罗宾家，你怎么知道的？不信你问呢。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几点？我去见客户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跟您说过我要去见于先生，他非常乐意接受条件，所以他打算和他的外甥女签和解书了。